在2021年，如果你跟我说5000块钱能够买到一个 OLED 的设备，那我只能想到手机或者平板。但今天呢，这台设备有那么一点不一样，5000块钱你就能买到一台搭载 OLED 屏幕的笔记本电脑，在现在这个市场里头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这台电脑就是华硕刚推出不久的轻薄本无畏 Pro 14。它的表现如何呢？除了屏幕，它还有什么特点呢？欢迎回到别玩评测室，我是猪王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试试这台华硕的无畏 Pro 14吧。照例先来看一下配置，这台电脑搭载了8核心16线程的 R75800H， 官方宣传能够达到45瓦性能释放，直接对标小新 Pro 14啊。内存是板载的双通道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固态硬盘是512GB 的海力士 BC711。屏幕是这台电脑最大的亮点，16:10比例，2880×1800分辨率，100% DCI-P3 色域，90赫兹刷新率的 OLED 屏，支持10比特色深和硬件防蓝光，还通过了 HDR500和潘通色彩认证。这样一块参数爆炸的 OLED 屏，配上4999元的首发价，就2个字：恐怖。除此之外，无畏 Pro 14还有一个搭载 R55600H 的低配版本，其他参数不变，首发价格降低到了4599元，也是非常诱人的价格。这台机器最亮眼的地方就是这块屏幕了。开头的时候我们也说过，这个价位段能买到 OLED 屏幕的笔记本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表现。实测色域容积为 125.7% 的 DCI-P3， 色域覆盖为 100% DCI-P3， 3个常用色域几乎全部盖满，真的非常恐怖啊。色准方面，它出厂自带了一个配置文件，以 P3 色域为参考，平均调态仪为 1.64， 最大调态仪为 4.49。亮度方面，这台电脑在默认状态下最高亮度在390尼特左右，在 Windows 中开启 HDR 后可以提升到600尼特，适合 HDR 视频的观看。在 Win10 的 HDR 模式下 ，SDR 标准动态范围的内容会以 sRGB 的色域进行显示，而检测到 HDR 格式的内容时，则会开启广色域显示。不过，这套色彩管理方案需要启动 Win10 HDR 才会生效，在默认状态下，这台电脑仍然存在色彩过于鲜艳的状况，这点从默认的壁纸里就可以看出来。另外，我们也测试了一下屏幕的均匀性，这也是 OLED 屏的优势项目。测试结果基本全率表现优秀。屏幕全亮度为360赫兹左右的低频 PWM 调光，50%亮度以上无害，50%以下可能有轻微的风险。平时只要把亮度调高一点，就不用担心伤眼的问题了。那至于响应时间，官方宣传它可以做到 0.2毫秒的响应，不仅比主流的 IPS 屏快得多，也明显小于我们测试仪器的良辰。另外，针对大家担心的 OLED 烧屏问题，无畏 Pro 14也做了针对性的优化，在自带软件中有这个 OLED 的保护功能，在显示静态场景时会对画面进行像素级别的微小位移，防止长时间显示同一图像。那闲置半小时之后，还会启动定制的屏幕保护程序等等。默认的系统主题也是深色的，对于 OLED 来说，黑色等于不发光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省电的作用。总的来说，无畏 Pro 14这块屏幕的规格放在5000元价位，绝对算得上是顶级。2.8K 分辨率，100% P3 色域，90赫兹刷新率，600尼特亮度，随便一个拿出来都是不小的亮点。如果能把色彩管理再做得完善一些，在默认状态下也能进行色域切换，就完美了。那聊完了这块屏幕面板，我们也照例看一下这台机器的外观。无畏 Pro 14设计的比较简洁，整机是银灰配色 ，A 面的 logo 有些独特。ASUS VivoBook 像一块名牌一样被镶嵌上去，但它并不是简单的贴一块铁皮上去，而是采用了 CNC 工艺切割成型，还做了镜面处理。转轴的阻尼有点大，不支持单手开合。屏幕的上下边框分布的比较均匀，上方的摄像头还加入了物理开关遮挡。这块屏幕素质不错啊，但是塑料边框的观感比较一般，不够高级。C 面的开机键位于键盘的右上角，集成了指纹识别，在键程和按压力度上与其他键位做了区分。按键的键程为 1.4毫米，手感偏硬，支持3档背光调节。触控板的面积很大，滑动手感很顺滑。需要批评的是，掌托处有非常多的牛皮癣，买回去还得自己撕掉，比较麻烦。背面是常规布局，一排长脚垫，中间是进风口，两边有音响开孔。整机的重量为 1.36千克，厚度在 17.9 到 19.5毫米左右，三维比较匀称。然后再来看一眼接口，机身的左侧有2个 USB 2.0 Type A 和一个 TF 读卡器。右侧是电源接口 ，USB 3.2 的 A 口 ，HDMI 1.4 和 3.5毫米的耳麦接口。这台电脑的接口数量不少，但是左侧的 A 口是 USB 2.0 速率，跟不上时代了。并且呢，这台机器没有 USB-C 口，意味着它不支持 PD 充电，在使用体验上比较打折。另外，它的 HDMI 接口只有 1.4， 只能连接 2K 60赫兹或者 4K 30赫兹的显示器，带宽不太够用。下面进入性能实测。CPU 方面，这台机器搭载了一颗 R75800H。首先是 R20循环测试，这台电脑的循环成绩在4400到4500分之间波动，在小尺寸轻薄本里确实是很高的水平了。
比小新 Pro 14锐龙版还要多出200分左右。从跑分时的记录可以看出，除了第一次跑分 CPU 的功耗可以达到54瓦，后续的功耗都维持在50瓦的水平上。作为一台轻薄本，无畏 Pro 14的性能调教非常激进，就算把风扇模式从高效切换到标准，那么前几次的分数也可以达到4300分，后续降低到了3900分，这个表现也不错了。显卡方面 ，R75800H 的核显是 Vega 8，频率要比前代高出一些。TimeSpy 的图形分为1159分，比 MX350 低。我们也跑了2个对性能要求较低的网游 ，CSGO 的 1080P 可以跑到140帧，Dota 2 1080P 特效全开则只有48.7帧，再降低一些特效勉强能玩，偶尔消遣一下还是可以的。生产力测试 ，Adobe 3件套 PS 和 AE 的表现不错。对于一台轻薄本来说，这台机器能够应付一下修图、简单的动效是 OK 的。但是由于它没有独显 ，PR 的测试压力比较大，分数也比较低。下面是拆解环节，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最下方是50瓦时容量的电池，实测 PCMark 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8小时26分钟，续航还行。高分辨率屏幕对续航有一定的影响，但不大。内存为板载不可更换，规格为 DDR4 3200兆赫兹，应该是2BG， 实测跑分如图。固态硬盘是 512GB 的海力士 BC711 ，PCIe 3.0/4速率，轻薄本终于也不用 QLC 硬盘了，完结撒花。无线网卡是 AX200， 支持 WiFi 6协议。最上方是双风扇双热管的散热模组，热管为一粗一细，2个风扇的大小也有差异。内部没有独显的空焊位，表明这套散热是不会有搭配独显的配置的。下面再来看一下无畏 Pro 14的散热表现。室温25摄氏度，把风扇设置为高效模式。对于轻薄本，我们优先使用负载较低的 Stress CPU 进行散热测试。单烤30分钟后 ，CPU 的温度为 79.8 度，功耗45瓦，频率 3.9G 赫兹。如果换用压力更大的 Stress FPU， 那么温度和功耗基本上没有变化，只是频率降低到了 3.3G 赫兹。这台机器的散热表现非常亮眼，但也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噪音。这台电脑的满载人位分贝值达到了50分贝，已经接近游戏本的风噪了，听起来呢明显比其他轻薄本要吵一些。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，整个键盘最热的键帽也只有 35.1 度，比很多笔记本的待机温度都要低。背面也很凉快啊，最高温度呢只有 36.3 度，使用起来基本没有热感。总的来说，无畏 Pro 14的散热不错，在高效模式下不仅达到了宣传的45瓦性能释放，而且温度也非常低。但是它的机身厚度和满载噪音也超过了同类的轻薄本，算是有得必有失吧。正常办公时建议开启耳语或者平衡模式。看完视频的全部内容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很高。无畏 Pro 14刷新了5000元档位笔记本的屏幕上限。以前 OLED 的屏都是高端笔记本才有的，3个月前6499的小米上了 OLED， 我觉得已经是很极限了啊！没想到华硕还能拿出不到5000元的 OLED 屏来，而且实测下来硬件素质还相当不错。第二，散热较好，性能释放激进。在14寸的轻薄本里实现40瓦以上的性能释放，以前只有联想和华为能做到，而现在华硕不仅拿出了这台能压住45瓦的无畏 Pro 14，而且核心与表面温度还控制得非常好，值得肯定。第三，采用了 TLC 的固态硬盘。过去 QLC 硬盘似乎是华硕笔记本的标签啊，特别是英特尔 660P， 就你们懂的。那从今年起呢，华硕大部分笔记本的产品都开始换用主流的 TLC 固态硬盘了，可喜可贺呀。聊完了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高效模式下噪音过大。虽然这台电脑的散热能力真的很强，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比较暴力的风扇来实现的。想让轻薄本满血性能发挥，代价真的不小。第二，没有 Type-C 接口，也无法支持 PD 充电。这台机器的接口不少，但是唯独没有全功能 Type-C 接口。这个接口真的非常重要 ，PD 充电、视频输出全靠它。那我觉得现在的笔记本里必不可少。这台机器明明有预留给 C 口的位置，最终落地却没有搭载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我非常好奇啊。第三，只有一个视频输出接口，且版本较老。没有 USB-C 口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视频输出。无畏 Pro 14的 HDMI 版本是 1.4， 这并不是华硕一家的问题。我们之前测试过的战664代、小新 Pro 16、小新 Air 14 Plus 都是 HDMI 1.4， 这个问题在5000系列的锐龙轻薄本里普遍存在。作为视频输出的替代方案，其他机器都可以用 C 口输出屏幕，以实现高带宽的多屏扩展，但是无畏 Pro 14就没有办法做到了。以前一提起华硕的轻薄本，我的第一印象是偏负面的，像 QLC 硬盘、低色域屏幕之类的。但是这台无畏 Pro 14反差非常鲜明，它的屏幕和散热的表现很出众，
硬盘也顺应大众的需求，换成了 TLC 颗粒的硬盘，比以前好太多了，甚至呢有些用力过猛。但是呢，这台机器的短板也很明显，板载噪音较大，接口配比失衡，是一台优缺点都非常鲜明的笔记本，也是一台针对性比较强的机器。这台电脑我更推荐那些对屏幕素质要求比较高、对物理性能、便携性有一定要求的用户选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划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划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